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今天看到这个背景就知道又是我的 Satria Neo， 但是其实今天不是要拍 Satria Neo 的 content。相信一直有在关注我的频道的朋友都知道，我之前大概2个月多前我就买了一辆 Perodua MyV Advance， 是最新小改款3代半的 MyV 啦。当然，如果你一直有在看我的影片，都知道那一台 MyV 已经被我卖掉了。原因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我打算买多一台新车，然后那台新车还没有来，然后我又要去 KL 找Willen拍 content 哦。我要去 KL， 如果我驾这一辆 Satria Neo 去的话啦，真的是会有一点够力啊，因为这辆车已经改了竞技型的 adjustable suspension， 然后这辆车的轮子也做了 camber 的外开啦，就是为了应付跑赛道啊。所以如果要驾这辆车去 KL， 在 KL 驾手排车呢，是一件很够力煎熬的事情来。那么我就把我的这一辆车嫁给我爸爸，跟他换另外一辆车，比较适合我开长途，也比较舒适的车款。那么拿了那辆车过后呢，我们去到 KL 再看一下我到底要在 KL 搞什么东西啦。Let's go！OK， 一转眼3两下的功夫就已经变来这一辆 Perodua MyV Lagi Power Lagi Best 上面了啦。这一辆就是我爸爸平时的驾作了。我觉得应该是2年多前吧，我有拍过这一辆车的影片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的影片库里面找一下。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对 Lagi Power Lagi Best 这一款车的影片有兴趣？然后我现在人呢，就来到了 Kuala Lumpur。我记得以前从 JB 来 KL 啦，我的印象中大概是3个小时这样子。可是今天我驾了差不多5个小时我才到可见那个最近的新闻讲马来西亚的汽车总数比人口还要多是真实的。越来越塞车，越来越够力。我这样一路上来300多公里不懂 jam 了多少轮而且还看到了很多的车祸。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有一点点想念那辆被我卖掉的 Perodua MyV 3代半 Advance 啦。其实有那个 ACC 自动跟车我们驾车是没有这样辛苦。虽然 MyV 的那个系统真的不是非常的完善，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休息一下。还有就是那一辆 MyV 它原厂就有标配来一个行车记录器啦。你看我爸爸的车那种老人家的车就是这样就没有装行车记录器。明明行车记录器这种东西很重要，没有什么人去灌输给老人家啦。然后相信大家一直有在看我影片的话，都知道最近安排了一台我自己的新车，你们还可以继续猜，我还没有公开，你们要猜什么车款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然后我就有上网买了一个东西，就是刚刚我讲的非常重要的行车记录器讲到这个我就要给你们讲一个很够力的。我妹妹那时候不懂什么事情了阿迪巴在等新的阿迪巴来，没有车用，就用我爸爸这辆车，这辆 MyV 就是现在我驾这辆 Lagi Power Lagi Best。 结果在红绿灯给闯红灯的人撞到，那个对方又是那种不是种族歧视，但是就是有一种人你不小心惹到他，你会很怕他的那种人，就闯红灯撞到你的车，然后明明是他的错，可是就变成好像你的错这样。所以呢，我本来要安装在我那辆上面的这个行车记录器呢，等一下，我好像把我新车直接讲出来了是吧？既然我跟我爸爸借车来 KL， 不如就先把这个装上去这样又可以保障我把这辆车还给我爸爸过后，他驾车有一个安全感OK， 好了，废话少说了，就把这个我买的东西拿去装给我爸爸这辆车先。在 JB 我平时是去找我朋友的店你们都懂但是在 KL 我真的不懂要找谁。结果你懂我找谁吗？我找这个 Dasher， 我找这个卖我的这个人我问他我要去 KL 哪里安装这个东西。结果 Dasher 那边回复我跟我讲，其实他们有一间店是有帮忙安装行车记录器。今天我就带你们去 JB 以外的地方安装行车记录器。我们废话少说，现在 Let's go 安装，然后晚上找 Willen 完成一下我来这一趟 KL 的目的现在我驾我爸爸的车，我爸爸驾我的车，我感觉我自己老10岁，我爸爸他应该会感觉他自己年轻20岁他应该很爽。虽然父亲节过了，可是有心给自己的爸爸爽爽Every day is Father Day。
OK， 现在我来到的就是 Dacia 的官方安装据点了啦。我其实很路痴啊，所以我也不懂要怎样跟你们讲。其实很简单啊，你们就只要去 Waze 那边啊，打上 Dacia Automotive 啊，它就会带你来这边了。然后来到这个 Dacia 的这一间安装据点，我们可以看到墙壁上面这边哦有很多产品啊，好像我的那个行车记录器呢，就是这一款 Dashcam Lite 2啊，它的 model 呢其实是叫做 Mi Drive D10 啊。来到这间店，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其他的车在这边做安装啊，好像我身后这一辆就是奥迪的 Q5， 也是安装70迈的这个 Dashcam 啊。所以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已经开始有那一种安全意识了。我们的车要上路，保险是必须要的，一定要的。但是如果保险以外的一些保障我们的东西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行车记录器了啦。来了的 ，OK， 可以看到，因为这辆车已经有一点年龄了啦，这个车灯已经泛黄了，长期有摆在外面就是这样子咯。如果是放 indoor 的话，就比较少这种问题。然后放外面还会有一个比较令人讨厌的情况，就是可能会不小心给人家撞到一下。你看到吗？这边这个就是 parking 在外面给人家抠到啊。OK， 这个就是在 Dacia 的官网买的相机本体啊。OK， 那个感觉是有点怪怪这样子啊，因为他们把包裹啊寄来我的家，然后我又拿住这个包裹来到他们的这个安装据点安装。所以如果你们是在附近的朋友啊，其实不用像我这样麻烦啊，你们可以直接到这边来，这边可以直接买到这个相机，也可以在现场安装。那可是如果你像我这样子，本来想要自己 DIY， 又刚好来到这边了的话，就可以把你们的车架过来了。这里的负责人是讲最好打过来这边 appointment 先，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哦，就有他们的联络方式，还有地址啊，那个 Waze 的地址你按进去啊，就会自动过来这边了。OK， 现在他们就要开始安装这个行车记录器了。我们来看一下专业的团队是怎样安装的，可能可以提升我自己的这个 DIY 的技术啊。对，专业的团队就是厉害，干净利落那个动作。之前我装的时候装到手发抖。哦，这粒东西是什么来的？这个是 GPS， 所以它是一个外接的 GPS 设备啊。对，你去到哪里它都可以接得到的。OK， 这个是我爸爸最近换的轮胎，Dunlop 19555R15 Formula D06， 好不好不知道，不过刚刚这样走highway是觉得还 OK 啦，噪音方面也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我是用习惯了 AD08 啦，什么轮胎都对我来讲噪音不是问题啦。好像你们这样一天可以装多少台车啊？最多20架车都可以，所以这已经是超级熟练了。OK， 我们就不要打扰投手安装这个行车记录器，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这一边还有什么好料啊。这个是我第一次到 Dacia 的这一间实体店面来啊，每次都是在他的网店那边逛啊。然后我安装的这一款刚好这边有一个大 banner 啊，就是这个70迈的 Dashcam Lite 2。然后刚刚我们画面上看到一个小个凸出来的，就是这个 GPS 的接收器啊，看到吗？这边还是写它有1080p 的 resolution。还有这个超级夜间模式啊。至于这个超级夜间模式呢，我们等下上路试驾，看一下他讲的夜间模式有几厉害啊。虽然讲父亲节是已经过了啦，但是我觉得安装这种东西给家里人也不是很贵，可能只是平时如果你是有抽烟的话，就不到1个月的烟钱就可以为家里人提供这种安全感啊，我觉得是很值得的啦。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一台70迈的 Dashcam Lite 2的话，都可以到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找到购买链接，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它的价钱了啦。又来到最令人手抖的时刻，就是要还钱了啦。OK， 这个行车记录器啊，刚刚有讲到很奇怪的，就是我在网络上面购买，结果我来到这边做安装啊，安装是有安装收费的啦，但是不会贵啦，几十块钱是吧？对，没错。OK， 收费的话，你们是接受现金？有我的 Bush 都行。信用卡有吗？有都有。啊，信用卡也是可以，所以他们有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收你的钱就对了啦。但是这个行车记录器如果现场买哈，会不会比我在网络上面买，就是 Dacia 的官方网店买更加贵啊？跟官方买这都是同样价钱。所以附近的朋友他们如果不要上网买，不要等那个 Bossman 送给他的话，他们可以直接过来买，是一样价钱啦。对，没错。OK， 好，讲那么多，其实就是不想把那个钱包拿出来还钱。
我没有想到这样快就可以安装好了，我本来还约威伦4点啊，现在才2点半。那找威伦做什么呢？我们接下来有一个非常够力的 content。OK， 那个 content，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继续留守我的频道。当然也别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部我最新的影片了啦。OK， 在影片结束前，也要非常感谢 Dasher 介绍了一个非常好料的地点啊，当然其实也就是他们自己的店啦啊，让我来安装这个行车记录器。也要非常感谢 CharlieCars.com 的长期合力播出啦。如果你们想要买到新车、二手车还是 recon 车，当然是要到 CharlieCars.com 上面逛逛一下啦。好，今天这一集影片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